千真万确。2年之前，我亲眼所见，楚风就是凭借这把剑杀了孔氏天族的当家长老，甚至连孔氏天族族长也无法与他一战啊！周兄，我奉劝你切莫冲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诸葛明人一脸认真的说道。这么说来，魔兵的事情都是真的。看到诸葛明人如此认真的模样，在场的其他人也是不由得开始怀疑当年之事是不是真的。毕竟诸葛明人在百炼凡界是很有威望的一个人，他说的话还是很有可信度的。听传闻是一种感觉，可是当面对面听到诸葛明人很认真的说出这番话的话，那便是另外一种感觉。而再看看楚风那有恃无恐的样子，的确是自信满满。所以此时此刻，关于魔兵之事，在场的许多人也都是半信半疑起来。正所谓事不关己，己不操心，可事若关己，那自然就要加倍小心。眼下周瑜罗便身处在这种尴尬境地的人，他现在若是对楚风出手，便只有2个结果：要么楚风手中的魔兵是假的，他直接将楚风杀了，一了百了；要么楚风手中的魔兵是真的，他出手之后将楚风激怒，然后他被楚风所杀。楚风，我们在此之前从未见过，也无恩怨，没必要见面便刀兵相向，不如我们谈谈如何？犹豫一番后，周瑜罗不仅收回了那抬起的手，更是收回了自己的杀意与威压。此刻的他没有了先前的盛气凌人，更是没有了滔天怒意，反而在其嘴角露出了一抹伪善的笑意。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他那笑容是强挤出来的，而绝非发自信内心，但是所有人却也都知道，周瑜罗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怕了，的确是怕了。他害怕楚风手中的魔兵是真的，真的具有斩杀真仙的威力。而见周瑜罗居然怂了，那周富空可就傻眼了，那种心情简直就跟被水淹死的时候抱到了一块木头，结果在他以为的救的时候，发现那木头竟只是一棵稻草，根本就救不了他一样。周长老，救我呀！情急之下，他赶忙开口求救，生怕周瑜罗置他而不顾。你闭嘴！周瑜罗对周富空呵斥一声，随后才看向楚风，说道：楚风，我不知道你们今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那独孤剑续与酒肉和尚的尸体就摆在那里，我相信他们的死与你有关。是我杀的，怎么了？楚风问道。那你为何要杀他们？周瑜罗问道。他们欲杀我与我朋友，对于想杀我的人，我岂有不杀他们之理？楚风反问道。你既然这么说，自然便有你的道理，我不会与你争辩。但楚风，我必须提醒你，他们2个可不是寻常的人，都不是你想杀就能杀得住，而你既然杀了他们，就要做好承担代价的准备。周瑜罗说道。这根本不用你提醒。楚风说道。好，既然你早有打算，那我便不再多说。今日我只有一件事相求，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周富空？周瑜罗说道。听得此话，众人先是一愣，随后彼此互看一眼，发现彼此眼神之中都涌现出了浓郁的诧异。求，堂堂真仙周瑜罗与楚风说话居然用了求这个字，这以他的身份来说，已经不能说是客气，而是卑微。周瑜罗已经服软了，在人们看来，楚风应该给周瑜罗一个台阶下，放过周富空一命，今日之事就此作罢，对双方都好。我说了，这周富空的命我要定了。然而楚风却并未打算卖给周瑜罗这个面子，你真是不识好歹。周瑜罗神色大变，那强挤出的笑容化作了一抹怒意，他真是没有想到楚风会这般猖狂，他已是如此卑微，可楚风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当真是不把他放在眼里，这让身为真仙向来狂傲的他怎能不怒？赵红动手。然而楚风却依然不理会周瑜罗，而是直接对赵红说道：真的要杀吗？此刻赵红倒是有些犹豫，毕竟这与先前杀独孤剑续和酒肉和尚不同，这次若要杀周富空，那可是当着周氏天族一位真仙强者的面杀，这的确太过疯狂了一些，留具全尸即可。楚风说道。好。见楚风执意如此，赵红也不客气，猛然抬起了手掌。住手！此刻周瑜罗大喝一声，随后威胁道：赵红，你若杀他，我要你命，有本事你就试试。楚风也是不甘示弱，怒喝一声：楚风，你真以为我怕你不成？周瑜罗眼中的怒火愈来愈浓，然而楚风并没有将他的怒意放在眼中，而是对赵红说道：动手！赵红也不客气，一掌便轰在了周富空的脑袋之上。下一刻，周富空便如同独孤剑续与酒肉和尚一样，皆是一命呜呼，竟然真的杀了。眼见着赵红竟然真的当着周瑜罗的面把周富空给杀死，围观之人皆是目瞪口呆。这份勇气，这份胆量，皆是常人所难以理解，更是常人所不具备的。虽然赵红的勇气让他们敬佩，可是他们更敬佩的却是楚风。他们深知，若不是楚风撑腰，哪怕赵红也不可能杀得了周富空。可是只要想一想，一位五祖居然吓住了一位真仙，这便让他们越发的感到惊叹。这幸亏是亲眼所见，否则就算听闻，他们多半也是不会相信的。人我杀了，尸体留给你。楚风抓起周富空的尸体，丢向了周瑜罗。周瑜罗一把将尸体抓住，此刻他的身体都在颤抖，尤其是一双抓住周富空尸体的手臂更是青筋暴起，可见此刻的他是有多么愤怒。尽管怒火冲天，可是他却依然没有对楚风出手。他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他怕楚风手中的魔兵是真的，害怕他一出手便被楚风所杀。楚风，从今日起，我周氏天族将与你势不两立。周瑜罗咬牙切齿地说道。然而对于周瑜罗的威胁，楚风却是淡淡一笑，不以为然。独孤剑续、酒肉和尚、孔董墨渊、周富空这4位是什么身份？楚风多少有些了解，而既然有所了解，那么杀了他们的后果，楚风自然也是非常清楚。可他之所以还是要做，那便说明他早就想到了后果。这个后果的确不堪设想，可是赵红的仇却不能不报，所以当楚风决定让赵红杀了他们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承担后果的准备。这个后果便是与百炼凡界
最强大的4座一等势力为敌。就在此时，楚风探手一抓，便将远处浑身是血趴在地上的孔窦墨渊给抓到了手中。若无他事，那我便就此告辞了。楚风说完此话，便带着赵红御空而起，向远处飞去。可是他还未走远，却又忽然停下，将目光投向了在场的众人，说道：“今日之事，你们都见到了，所以我奉劝你们一句，与我楚风有关之人，你们还是想明白了再动，否则我楚风保证，你们的后果比今日的他们还要惨。”说完此话，楚风也不管众人是何表情，便扬长而去。而此刻在场之人，则是一个个的脸色铁青。虽然楚风的这番话很狂妄，但他也的确有着狂妄的资本。连身为真仙的周瑜罗都只能忍气吞声，他们这些五祖又能如何？虽然有些后怕，但他们却又很是庆幸，庆幸自己见到了这一幕。今日发生的事，将成为他们日后吹嘘的资本。毕竟五祖下退真仙，这还是百炼凡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此事一经传出，毕竟震撼整个百炼凡界，成为最重磅的消息。庆幸之余，人们又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了周瑜罗。毕竟除了楚风之外，周瑜罗也是这个事件的另一个主角。看什么看？都给我滚！周瑜罗愤怒地咆哮一声，不仅震动的天地一颤，那威压更是横扫而去。那威压极强，哪怕在场的多半是五祖巅峰，可却没人抵挡得住。一时之间，这些百炼凡界内赫赫有名的高手们，便如同落叶一般，被那威压吹飞开来。周瑜罗憋在心中的苦闷，都在这一刻发泄到了那些围观之人的身上。眼见着周瑜罗怒了，那些围观之人哪里还敢停留？在止住身形之后，连头都不敢再回一下，而是一个个连滚带爬，拼着老命的向远处逃窜，生怕周瑜罗怒意不减，真的杀了他们。眨眼之间，此处便只剩下了周瑜罗与诸葛明人2人。当然，除了他们2个，还有3具尸体，那是独孤剑续、酒肉和尚以及周瑜罗怀中的周富空。都怪你，害得我今日颜面尽失，将成为百炼凡界所有人的笑柄。周瑜罗看向诸葛明人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埋怨的情绪。面对这般的周瑜罗，诸葛明人则是无奈的叹息一声，这才说道：“不管你怎么看我，但是唯有我清楚，我今日的劝说是救了你一命。还有，我劝你回族之后，也不要挑拨你周氏天族与楚风开战。当日那一幕，我看得清清楚楚。若非楚风罢手，孔氏天族已灭。我不希望有朝一日，周氏天族成为第2个孔氏天族。”说完此话，诸葛明人便踏空而去。此处便只剩下了周瑜罗一人。他怀抱周瑜罗，脸色阴晴不定。过了好一会，他猛然张开嘴巴，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咆哮。那声音极其刺耳，传到数里之外，且在浩瀚长空之上回荡许久。就连最先离开的楚风与赵红都听到了那声愤怒的咆哮，是周瑜罗的声音。看来他真的是被你气坏了。赵红对楚风说道。此刻他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喜悦，丝毫没有因为杀了独孤剑续、周富空等人而感到后怕与后悔，相反，他却是一脸的畅快与兴奋。今日之后，他将颜面扫地，自然愤怒。楚风说道：“楚风，你那把魔兵真的能够斩杀真仙吗？”赵红好奇地问道。的确能。楚风说道。既然你这魔兵这么厉害，那为何不直接去孔氏天族灭了他们？赵红问道。对于此事，楚风这是笑着摇了摇头。邪神剑虽强，但那种不可掌控的力量，连楚风也害怕。使用邪神剑，就像是从鬼门关走了一趟，是生是死难以确定，简直与赌命没有差别。并且自从上次使用邪神剑之后，他见识到了邪神剑的恐怖。若不是他强行夺回身体的控制权，怕是不止孔氏天族会被屠灭，百炼凡界也要遭殃。况且楚风曾答应过孔氏天族的先祖，就算孔氏天族有不对的地方，他也要留孔氏天族一命，至少不能赶尽杀绝。之后，楚风带着赵红又赶路许久，直到确定安全之后才停下来。楚风将孔窦墨渊腰间的乾坤袋取下，开始搜索起来，直到从中搜索出一颗绿色的丹药之后，楚风的脸上再露出了一抹放松的笑意，因为那丹药便是王强身上制毒的解药。既然解药找到了，那便杀了他吧。赵红说话间便准备灭掉这孔窦墨渊。等一下，然而楚风却是忽然拦住，说道：“这毒如此厉害，定然不是凡界之物，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来历。”说完此话，楚风便开始为孔窦墨渊疗伤。虽然他的内伤未愈，可是外伤很快便康复。此刻的孔窦墨渊看起来就像是没事人一样，可是他的气息却依然卑微，因为他的内伤依然伤得很严重。楚风之所以帮其疗伤，只是想让孔窦墨渊说话方便一点，因为他有问题要问孔窦墨渊。告诉我，这丹药从何而来？楚风问道。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必须放过我。孔窦墨渊说道。还敢讨价还价？赵红目露怒意，说话间便要出手教训着孔窦墨渊。杀了我吧，有本事便杀了我。若是杀了我，你们永远也别想知道是谁给的我这毒药。孔窦墨渊闭上眼睛，大有一副不怕死的架势。此刻楚风倒也并未说话，而是看着赵红，他想知道答案。可是他却也答应过赵红要杀了这孔窦墨渊，所以到底怎么定，还是要由赵红来。此刻赵红气得小脸通红，但是他并未出手，而是以威胁的口气对孔窦墨渊说道：“你若不说实话，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这么说来，你是答应了？你真的不杀我？”听得此话，孔窦墨渊睁开双眼，没露喜色。在亲眼见到独孤剑续3人如何被杀之后，孔窦墨渊便觉得他今日是必死无疑。毕竟周富空有周瑜罗来保都没能保住，更何况是他。但是他真的没有想到，身为今日最该死的人，他竟然还能看到一线生机，这叫他怎能不喜？而这孔窦墨渊道也是机灵，他显然意识到这毒药来历，楚风与赵红很是看重，所以他竟蹬鼻子上脸，对楚风说道：“赵红答应不杀我了，那你呢？只要你实话实说，今日我们便饶你一命。”楚风说道：“当真？”
孔窦墨渊有些不信，我楚风向来一言九鼎，你最好赶紧告诉我我想知道的，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楚风说话之间，眼中闪过一抹寒意。别，我说。孔窦墨渊吓得瑟瑟发抖，因为他在楚风的眼中看到了杀意。这毒是他人赠予于我，我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袍，那长袍覆盖了他的脸，我看不清他的样子，但我却能够确定他是一位真仙强者。孔窦墨渊说道：“那蓝色长袍可还有其他特征？”楚风问道：“没有其他特征了，那长袍很是干净，不仅没有刺绣，连一道纹路都没有。”孔窦墨渊说道：“无缘无故，他为何要赠你此药？”楚风问道。孔窦墨渊有些犹豫，说：“楚风怒喝一声，他给我这药是要我对付你们的。他说，若是我遇到你们而斗不过，便用此毒，此毒定能杀了你们。而当日与赵洪王强交手，我眼见着他们两个不是我的对手，便觉得此毒无用了。可是那位毕竟将此毒赠我，就是想我用到你们身上，我想着也不要浪费，便用在了王强的身上。事情就是这样。之后我再也没用见过那个人，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为何要帮我对付你们。”孔窦墨渊有些紧张，因为他很怕楚风出尔反尔，杀了他。走吧。楚风说话间便向远处行去，而赵洪也是默默地跟了过去。先前楚风帮助孔窦墨渊疗伤之时，其实在他身上布置了结界，那结界能够侦测出孔窦墨渊所说的话是真是假，所以他几乎能够确定孔窦墨渊说的就是真话，并没有欺骗他们。而眼见着楚风与赵洪真的走了，孔窦墨渊庆幸之余，却在其嘴角掀起了一抹诡异的弧度，心中暗道：真是蠢货，竟然真的放过了我。但是我敢保证，今日放过我，将是你们日后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孔窦墨渊越想越得意，做出了这么多事，害死了那么多人，可他这个最该死的人却活了下来，他很庆幸。而以他的品行，自然不会因为楚风与赵洪放过了他便感恩于心。相反，他正在筹划着日后该怎么对付楚风与赵洪。然而就在此时，楚风却是手掌一挥，一道光芒却自袖口飞掠而出，向孔窦墨渊飞掠而来。那是武力所凝聚成的光剑，并且速度极快，只听突的一声，便洞穿了孔窦墨渊的丹田。孔窦墨渊的修为在此刻尽毁。楚风，你言而无信！孔窦墨渊愤怒无比地咆哮起来。此刻的他当真是一脚天堂一脚地狱，本以为已经躲过一劫的他，却又突然被废了修为，让他多年来的苦修在此刻丧失，这对于他来说简直比杀了他还要痛苦。然而面对愤怒的孔窦墨渊，楚风却是冷然一笑道：只答应不杀你，却没说不伤你，废你修为已是我的仁慈。说完此话，楚风便扬长而去。而此刻本有些郁闷的赵洪，嘴角则再度露出了一抹迷人的笑容。虽然今日未能杀了这孔窦墨渊，可是废了他的修为，却也算是大快人心。拿到解药，楚风自然是与赵洪前往云鹤山，但是途中有一件事却一直缠绕着楚风，那就是究竟什么人还想对付他，并且还是一个真仙。最重要的是，这个真仙还很可能是一位来自上界的高手。对于这件事，楚风与赵洪猜测许久，可是他们都没有猜出一个答案，因为左思右想，楚风好像都没有得罪过除了孔氏天族之外的真仙强者。楚风，我若是没有猜错，那个人应该是楚氏天族的人。然而就在楚风苦苦猜测之际，女王大人却是忽然开口：淡淡，为何这么说？楚风问道：你虽然没有得罪楚氏天族的真仙级强者，可你却杀了楚氏天族的人。虽说楚氏天族说过，不管楚氏天族小辈在这百炼凡界的生死，可那终究是楚氏天族的人啊，他们就真的会坐视不理吗？女王大人分析道：你这么也说，倒也在理。若是其他人有真仙的实力，又想对付我，大可以直接出手，没必要暗中帮助孔窦墨渊，并且还隐藏身份。若非要解释的话，楚氏天族的嫌疑的确最大，毕竟他们不能在明面上对我出手，那样的话就违反了楚氏天族定下的规矩。楚风说道：楚风，这件事非同小可，若只是百炼凡界的人也就罢了，可以你现在的实力，若是真的被楚氏天族的人盯上了，那你可就不能再有所大意。总之，不管这个暗中使坏的人究竟是谁，你都要小心为妙了。女王大人提醒道：我会小心的。楚风说道。随后在一番赶路之下，楚风与赵洪终于来到了云鹤山。而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他们不仅没有受到阻拦，更是在刚刚靠近云鹤山之后，便直接被传送阵法，传送到了金鹤真仙的身旁。前辈，怎么了？莫非是发生什么事了？只是看到金鹤真仙之后，楚风与赵洪却皆是心中一紧，隐隐间感觉到了不妙，因为他们两个发现此刻金鹤真仙的神情非常的凝重，而这样凝重的表情让他们很怕，害怕王强出现了不测。有两件事必须告诉你们。金鹤真仙说道。前辈请讲。楚风与赵洪一同说道。第一件事，王强的毒其实我早就已经解了，我让你们去寻求解药，只是想你们寻求一些答案而已。金鹤真仙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与赵洪都颇感无语，有一种被人玩了的感觉。毕竟他们拼死拼活，为的就是拿到解药，为的就是能救王强，结果王强的毒却早就被解了。幸好他们此行有惊无险，否则连楚风也无法确定他会不会恨金鹤真仙。前辈，那第二件事呢？楚风问道。第二件事也与王强有关。金鹤真仙说道。王强他怎么了？楚风与赵洪一同追问道。毕竟此刻他们二人最关心的便是王强的安危。王强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化，要我这样说也有不好形容。这样你们两个随我来吧，不过切记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说完此话，只见金鹤真仙大袖一挥，楚风与赵洪的眼前便一阵变化。下一刻，当楚风与赵洪的视线恢复正常之际，已是身处一座宫殿之中。那是此一刻，楚风与赵洪二人皆是目光大变。这宫殿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华丽，但却非常特殊。它是四面墙壁都很坚固，被赋予了极强的结界，并且它
它的形体结构也很特殊，这多半说明此处乃是一处闭关之所。但只是一处闭关之所，还不至于让楚风与赵红这般。他们二人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王强就躺在其中，并且此刻的王强与往日相比，可谓截然不同。王强的身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变化大到了哪怕是楚风与赵红都为之震惊的地步。此刻的王强身体仿佛变大了1倍，肌肤不断扭曲着、蠕动着，就仿佛在他的体内有着什么东西就要破涌而出一般。而且眼下王强的身体还散发着淡淡的光芒，并且这光芒有些诡异，尽管很淡，但若仔细观看便能发现，那光芒其实是由4种颜色交织而成，包含了绿色、蓝色、红色以及紫色。最重要的是，除了那光芒之外，还有一种气焰与那光芒一同包裹着王强，那气焰也同样分为了绿色、蓝色、红色以及紫色4种颜色，此刻就似是火焰一般，在王强的身上在升腾着。前辈，王强他这是怎么了？您不是说这毒已经解了吗？楚风有些慌了，任凭是他的本领，却看不穿王强此刻到底是怎么了。不是毒，那毒我早就解了。此刻王强的变化的确有些诡异，但其实你们不用担心，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金鹤真仙忽然收起了那脸色的面容，且在其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就仿佛先前的严肃都是故意装出来的，是故意与楚风和赵红开一个玩笑。好事。然而楚风与赵红则是有些迷糊，王强此刻的情况更像是潜藏在体内的某种力量即将觉醒了。金鹤真仙说道，某种潜藏的力量即将觉醒。听得此话，楚风与赵红先是目露惊讶，随后转而变喜，因为若是体内潜藏的力量觉醒的话，这多半能够提升王强实力的，这对于王强来说可是好事。可是这是什么力量？莫非是天赐神体？楚风问道。这种事情都不好说，有的人可能是传承血脉被封印，有的人可能是天赐神体被封印，但不管是哪一种，对于王强来说都是好事，所以你们倒也不用太过担心。金鹤真仙说道。前辈，那这种封印是人为吗？楚风很想知道是什么人封印了王强的修为。这种事情不好说的，有可能是人为封印，也有可能是因为某种变故而自动封印了起来，而既然能够自动觉醒，依我看很有可能是他这潜藏的力量自动封印了起来，否则若是人为封印，又怎么会这么轻易的解开呢？金鹤真仙说道。前辈所言极是。听得金鹤真仙这样一说，楚风反而松了一口气，若不是人为的话，那至少潜在的说明王强没有那种对头，但是凡事也不能绝对，就算不是人为，也不能就说王强没有敌人，毕竟只要是他的力量被封印了，那便说明他肯定还是曾经遭遇过什么。我相公真是料的，力量还未觉醒，天赋已是如此，若是待他力量觉醒，那岂不是更加厉害？哈哈，我好想看看我相公这即将觉醒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此刻赵红则是一脸欣喜，身为王强的爱人，见自己的相公有如此机遇，他自然比寻常人还要高兴几分。然而就在这时，王强的体内突然传出一声怒吼，那怒吼极其诡异，一经发出，顿时让楚风感觉到了不寒而栗之感。正因那声音太过恐怖，在场这3人皆是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了2步。此刻楚风不由得看向了赵红与金鹤真仙一眼，发现他们2人竟然而已如同自己这般，若只是赵红也就罢了，就连金鹤真仙这位在上界也是大名鼎鼎的存在，竟也是面色改变。前辈，我相公他这是怎么了？为何他的体内有一只猛兽在咆哮，并且这声音如此恐怖？您确定是他的力量快要觉醒，而不是他的体内封印着什么怪物吗？赵红紧张地追问道。因为他发现此刻王强的身体内不仅在发出那诡异的怒吼，并且身上所散发的暗紫色光芒也是越来越浓了，速速后退。此刻金鹤真仙也是大袖一挥，将楚风与赵红带到了他的身后，并且他已经带着楚风与赵红退到了这大殿的边缘之处。与此同时，他更是布置了一重结界，将王强封锁在了这结界之中。这结界很大，并且是由好几重结界组成，是一种非常强力的封锁结界。前辈，您这是做什么？见此一幕，赵红反而越加的慌了。他之所以慌，是他因为担心王强体内是封印着什么怪物，那怪物会要了王强的命，而金鹤真仙是在场之中最有能力保住王强性命之人。可是现在金鹤真仙不仅没有做出保住王强的举动，反而是布置出了这样一座封锁结界，将王强封锁在了其中，这简直就是要弃王强而不顾，这叫赵红如何能不紧张？赵红，你不用担心，王强这一定是体内的某种力量将要觉醒，所以他不会有生命安危，反而是我们这些围观之人必须小心一点，因为从现在的反应来看，不管王强即将觉醒的是什么力量，这都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这力量一旦彻底苏醒，它是威力极强。金鹤真仙说道。听得此话，赵红小嘴微微张开，眼中再度涌现出喜色，因为按照金鹤真仙所说，这显然又是一件好事。王强不仅将会获得新的力量，而且这力量似乎还非同小可，是很强的一种力量。前辈，王强的体内有4种猛兽的叫声，莫非他的体内有4只猛兽？楚风说道。4种叫声？赵红略感诧异，在他听来，那声音虽然恐怖，但明明只是一种叫声而已。楚风，你的耳力很好，的确是4种猛兽在叫，所以搞不好王强是妖族之人，他的身体里流着某种妖族的血脉。金鹤真仙说道。妖族之人吗？楚风神色一动，虽然有些惊讶，但倒也能够接受，毕竟王强的身世本来就神秘，虽然一直以来看他都像是一个人类，可若是妖族血脉被封印了，所以根本看不出他是妖族，也感觉不到他的妖气，那倒也正常。就在这时，那4种叫声越发响亮，并且也越发清晰些，那的确是4种猛兽的叫声，并且那声音非常的恐怖，让人发自内心对其恐惧。猛然之间，天摇的晃，王强的身体似是爆炸了一般，暗紫色的光芒体夹杂着暗紫色的气焰，
充斥着了整个封锁结界。在那一刻，楚风与赵红皆是心中一紧，他们都怕王强出现什么问题。可是通过天眼一看，楚风那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此刻的王强还在，他不仅安然无恙，身上还闪烁着那紫色的光芒。眼下，王强的身体已经恢复到了正常大小，并且也不再扭曲和抽搐，就仿佛恢复了正常一般。虽然此刻的王强并没有事，但是楚风的眼中反而再度增添了一抹浓郁的震惊之色，因为此刻王强的四周站着4只巨大的猛兽，那4只猛兽的身躯分别呈绿色、红色、蓝色与紫色，它们个个高达100米，长达几百米，那是4个真正的庞然大物，并且这4只猛兽长相虽然不同，但却皆是凶神恶煞，尖嘴獠牙。楚风行走天下这么久，也见过不少恐怖之物，但是如眼前这4个这般恐怖的，楚风还是第一次看见。如果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兽像是来自天上的圣兽，那么此刻围绕着王强的这4只猛兽更像是来自地狱的魔兽。它们不仅长得丑陋，所散发的气息也是那样冰冷、阴暗、凶残，并且尽管隔着封锁结界，但是楚风还是能够感受到那4只猛兽的强大，强大到连楚风也是汗毛竖起，不寒而栗。不过令楚风欣喜的是，任凭这4只猛兽再如何凶残，再如何恐怖，再如何的令人感到畏惧，可是此刻他们却根本没有伤害王强的意思，相反，他们更像是在守护着王强一般。4只阴森而恐怖的猛兽由红、绿、蓝、紫4种颜色组成，他们的身体虽然只是光芒体，而并非真正的实体，可是从他们身上所传来的压迫感却已是足以令人窒息，并且此刻自他们的身上各自有一道光线，似是锁链一般连接着他们与王强的身体。4道颜色各异的光线同时汇聚在王强的身上，才出现了那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光芒与气焰。这应该不是传承血脉吧？楚风问道。楚风此刻可谓是又惊又喜，惊讶于这力量的强大，喜于王强能够成为这力量的主人。但是在他看来，眼前的4只猛兽虽然气息是满满的阴暗之气，但却让楚风想到了他的4大秘籍，也就是那4项神体。所以楚风下意识的就觉得王强这力量很可能是天赐神力，并且应该是一种很强的天赐神力才对。的确不像是寻常的传承血脉，但却也不像是天赐神力，因为我还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天赐神力。金鹤真仙说道。可不管是什么，我相公体内的这力量似乎都很强啊。赵红见王强安然无恙，不仅脸上的欣喜之色越来越浓，他那一双美眸更是仿佛像放光了一样，一直不停地在那4只猛兽的身上扫动着。王强这力量才刚觉醒，还不稳定，待其彻底觉醒之后，就会知道这究竟是某种特殊的传承血脉，还是一种特殊的天赐神力了。金鹤真仙说道。前辈，依照您看，王强的力量彻底觉醒还要多久？楚风问道。这个很难说，不过之前我曾见过不少人体内潜藏的力量觉醒，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看，当这力量彻底觉醒之后，其主人的力量也会提升，而这觉醒所用的时间越久，力量就会越强，所以时间久一点对于王强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在他彻底觉醒之前，就让他待在我这里吧。金鹤真仙对楚风说道。多谢前辈。楚风与赵红赶忙道谢，他们2人非常清楚，金鹤真仙这里可以说是百炼凡界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除非是上界的高手，否则这百炼凡界之内几乎没有人敢来云鹤山撒野。王强若是能够一直待在这里，那么他体内的这股力量一定可以安然的觉醒。看来我兄弟这次的罪倒是没有白造，至少换来了这体内力量的觉醒，也算是因祸得福了。楚风笑着说道。是啊，是啊。赵红也是连连点头，笑得那叫一个灿烂。随后，楚风与赵红又与金鹤真仙寒暄了不少，而金鹤真仙也是知道了楚风与赵红斩杀独孤剑续等人的事情。楚风、赵红，我不得不说，你们2个这么做实在太冲动了。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只是你们2个这一次把百炼凡界的4座一等势力全都得罪了，日后再出去就要加倍小心了，否则一个不注意，你们2个就将殒命于此，莫想再去上界闯荡了。金鹤真仙说道。前辈您放心，或是我赵红惹的，这个责任我背得起，我绝对不会一直躲在这云鹤山，现在我就会离开。赵红说话间又对金鹤真仙抱了抱拳，说道。前辈，多谢您的款待，更谢谢你保护我相公王强，您的恩惠我赵红记下了，日后定会报答。说完这番话，赵红就立刻起身向外云鹤山外航去。见状，楚风则是赶忙追了出去，直到云鹤山外才将赵红拦下。赵红，前辈并没有赶咱们的意思，你何必如此激动呢？楚风，我知道金鹤前辈并没有赶我们走的意思，我更不是与前辈置气，只是我现在的确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去做。赵红说道。那好，就算要走，也是咱们一起走，我随你去。楚风说道。不。然而赵红却摇了摇头，说道。楚风，你一定要留下来，眼下的情况，百炼凡界实在太危险了，但是以你的天赋，只要闭关修炼，总有一日可以突破到真仙境，到了那个时候，就凭借你掌握的手段，也不用再怕什么4大势力。而金鹤真仙与你关系不浅，虽然他不会帮我们对付敌人，但你若留在此处闭关，他应该会答应的。所以眼下这云鹤山最适合你。赵红说道。不，若是我楚风就这样躲起来了，那才真的会被4大势力耻笑，被世人耻笑。楚风说道。莫非你要与他们继续斗？可是楚风，之前咱们的对手只是孔氏天族一个，现在却是4大势力，这可是百炼凡界最强的力量，你怎么斗？况且我此次是有要事去做的，不能带着你，也不能陪你与4大势力斗下去。赵红说道。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你这么急着去做？你和我清楚，不然我不放你走。楚风笑着说道。这一刻，赵红反而沉默了。楚风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他的犹豫以及顾虑，不过
过了片刻后，赵红还是开口了：“其实这件事我早该与你说的，只是怕你担心我，所以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你。既然你执意想知道，那我也就不瞒你了。原来这2年之间，赵红的修为能够增进，也是有原因的。他又得到了一场机缘，又寻得了一座遗迹。那遗迹深处，他一直未曾进去。之所以未曾进去，那是因为有着一定的危险。可是眼下他们得罪了4大势力，若不快点增进修为，他只会成为一个拖油瓶，成为楚风与王强的拖油瓶。赵红不想如此，所以他决定去挑战那座遗迹。真的不用我陪你去吗？”楚风有些担心，他从赵红的话语之中便能听出，那遗迹虽然有着能让赵红变强的东西，但却也有着能够扼杀赵红生命的力量。我知道你能帮我，但是这件事我想独自去完成。你知道的，楚风，修武者必须在逆境中成长，有些事必须我独自去面对。况且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长到今日，不也是经历了许多吗？赵红说道。那好，既然你都决定了，那我便不再勉强。但是你可一定要安然的回来，你的相公可还等着你呢。楚风说道。我一定会成功的。你真的要以你现在的力量，要独自一人去与4大势力周旋吗？我真心希望你能够留在这里陪着我。相公，以你的天赋，当我相公的力量彻底觉醒后，你也一定会有所进步，而给我一定的时间，我也一定可以成功。等那个时候，我们3个再一同出山，去向4大势力宣战，不是更好？赵红问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不仅有着激昂的语调，眼眸之中更是有着浓浓的期待。看来赵红已经做好了日后与4大势力大干一场的准备。放心，我不会一个人与4大势力周旋，但是我也不会躲在这云河山内。楚风坚定地说道。真是拿你没办法，但不管如何，你都要注意安全。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也能够安然无恙地站在我的面前。不是能够，而是一定，你一定要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楚风，王强是我的相公，他便不能算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赵红便只有你这一个朋友了，而我也只认你这一个朋友。我希望接下来的路，我们3个人可以一起去走。话到此处，赵红的眼眸竟然有些湿润了，而他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充满了关切。这个妖女真的不再是当初那个冷血无情的妖女，她也有情，她这不会轻易所动的情，却放在了王强与楚风的身上。她对王强动的情是爱，而对楚风动的情则是友。此刻楚风也是心头一酸，身为赵红唯一的朋友，楚风能够感受到他在赵红心中的分量。那好，我们今日做个约定，当王强苏醒的时候，我们2个都要安然无恙的站在他的面前，无论是上界也好，还是星域也罢，日后我们3个一起去闯。楚风对赵红说道。赵红也是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后赵红便离开了。而楚风在与金鹤真仙打过招呼之后也离开了。赵红是去那座遗迹，而楚风自然也有他的去处。楚风的去处乃是一个名为妖灭窟的地方。前往妖灭窟，楚风是要寻找一个人，此人名为紫薰衣。当初在卑阳山脉内，楚风不仅得到了孔氏天族的传承，他还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便是千年之前名震百炼凡界的英雄城城主殷明朝。殷明朝被孔氏天族与周氏天族联手暗算，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使用禁忌之法脱身，但那却导致他被困在了孔氏天族内卑阳山脉的禁地之中。楚风答应过殷明朝会帮忙找人将他解救出来，而能够解救殷明朝的人便是那个叫做紫薰衣的人。而只要楚风能够成功的将殷明朝解救出来，殷明朝便一定会报仇雪恨。所以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将殷明朝给解救出来。在与金鹤真仙告别的时候，楚风就已经打听到了前往那妖灭窟的路线，而妖灭窟虽然凶险，可是殷明朝却给过楚风一个安全的路线，所以楚风此次前去可谓势在必得，并无半点担忧。然而楚风还不知道，在他赶往妖灭窟的时候，孔氏天族的族长、仗剑仙门的掌教、佛光天寺的住持却是纷纷来到了周氏天族之中。在周氏天族最为富丽堂皇的主殿之内，周氏天族的族长以及周氏天族的几位当家长老皆是在此。虽然这座大殿内的人数并不多，可是眼下这座大殿内的人却皆是真仙境的高手。此刻这几位真仙强者围在3座棺材面前，这3座棺材皆是水晶打造，他们不仅能让尸体不腐，更是可以直接透过棺材看到那棺内的尸体。而这3座棺材内的尸体分别是独孤剑续、酒肉和尚以及周富空。2位还没有下定决心吗？忽然人群之中一名老者开口了。这名老者身材很是魁梧，头发两鬓处是雪白，可其他地方却是乌黑浓密，一眼望去他根本不像是一个老人，但他的气势却是异常的凶悍，尤其是那双眼眸根本不像是人的眼睛，比猛兽还要凌厉，凶芒毕露。他便是周氏天族的族长周叶渊，而他这番话则是对2个人说的。这是2位老者，其中一位道骨仙锋，尤其他身后所附的3把佩剑神秘莫测，这使得他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仙人。他便是仗剑仙门的掌教遇见真人，而另外一位身材瘦小、面相和善的老僧，自然便是佛光天寺的住持愿归僧人。他们2个来到此处已有一阵子，也都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孔氏天族和周氏天族的意思，自然是要与他们联手，一同铲除楚风。只不过他们2位却是有些犹豫。楚风，他可是杀了咱们宗门之中最有前途的传承者，这是明摆着不将咱们放在眼中。我们若是就这样罢休，那岂不是要被天下人所耻笑？我真搞不明白，你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周氏天族族长有些急躁，静怡这孩子生性本就顽劣，的确做出过不少出格的事情，我曾多次严惩与管教，但他却是屡不悔改。本想将他关在佛光天寺，不让他再出去惹是生非，但不曾想就发生了这件事情。但以静怡这孩子的脾气，我很难说这件事情是错在楚风身上，所以
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我不会贸然的就对楚风出手。佛光天寺住持一边抚摸着酒肉和尚的棺材，一边说道，而他口中的净衣便是酒肉和尚的法号。还调查什么？当时那么多人在场，他们都可以证明是那楚风有错在先。周氏天族族长说道，这件事情我佛光天寺自会调查。再会。佛光天寺住持说话间便拔空而起，而与他一同离去的还有那装着酒肉和尚尸体的水晶棺材。我的想法与愿归大师所言一样，两位切勿多想，并非是不信任你们，只是有些事情我还想亲自确定一下，毕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另外，多谢你们将剑续的尸体带回来，我也告辞了。随后，仗剑仙门的掌教也是带着独孤剑续的尸体离去。眼下这座大殿内便只剩下了孔氏天族以及周氏天族的人，他们两个还是这般优柔寡断，也不知道他们要调查多久。周氏天族族长有些气愤地说道：“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他们是要去调查吧？”此刻，久久未语的孔氏天族族长忽然开口了：“你的意思，莫非是他们根本就不打算与楚风为敌？”周氏天族族长玩道：“再明显不过了，他们不会出手的。”孔氏天族族长说道：“那你呢？你什么意思？”周氏天族族长问道。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似乎很害怕孔氏天族族长，也不与楚风对抗。我孔氏天族沦落到今日这般田地，都是那楚风所赐，我早就没有退路了。就算我不对付他，他也不会放过我的。所以，我倒是想问你，是否要与我联手，一同除掉那个楚风？孔氏天族族长问道。这还用问吗？这件事情我绝不会善罢甘休。不仅是那楚风、赵红、王强他们三个，我会一一除掉。不仅是他们三个，与他们有关系的人，我也一个不留，否则难解我心头之恨。周氏天族族长咬牙切齿，眼中更是散发着令人畏惧的杀意。经过一番赶路，楚风已经来到了这所谓的妖灭窟。他在一个巨大的盆地之中，这盆地辽阔，可用无边无际来形容。盆地之中尽是闪烁着绿色光滑的石头，哪怕是黑夜，此处也会异常明亮。一眼望去，似是绿色宝石所铺垫而成的海洋，倒是颇为壮观。妖灭窟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并且算是一处奇观之地。可是这妖灭窟却是百炼凡界内的一处禁地，因为这妖灭窟源自远古时期。据说远古时期出现了一个极为凶残的妖族，这妖族血脉特殊，能力凶残，在百炼凡界横行无忌。后来远古时期的诸多高手联起手来对抗妖族，并且选择了一处地形奇特之处，在其中布下了无数机关杀阵。最后这些高手又引那妖族于此开战，妖族不知此处有陷阱，被引入其中之后，便被无数机关杀阵所抹杀。从此那凶悍的妖族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自此，此处便被世人称为妖灭窟。妖灭窟内远古杀阵依然健在，那些机关也都健在，又因那机关与杀阵异常危险，哪怕真仙也是不敢擅入其中，所以这妖灭窟也可以说是百炼凡界凶名最盛的禁地之一。不过楚风却知道一条安全的路线，这条路线可以让他躲开无数杀阵与机关，直到妖灭窟的深处。此处还真是一处奇的。眼下此刻已是进入了这妖灭窟之中，正按照那条路线前行着。可是正因进入其中，楚风才发现这妖灭窟自外面观看已是可用浩瀚无边来形容，但是进入这其中，他却有一种这内部更为辽阔之感。妖灭窟太大了，哪怕是楚风在这其中前行，他也是要上几日时间才能抵达最深处。由此楚风不由得联想到当初远古时期的那些前辈在这里面布置诸多杀阵，是耗费了多大的代价。楚风，你听，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叫。女王大人那柔美的声音传来，她是在提醒楚风，这并非是女王大人紧张。随着楚风的深入，的确有阵阵诡异的声音忽隐忽现，忽远忽近的传来，那似是猛鬼在哀嚎，又似是有人在惨叫，有怒吼，有哀怨，交织在一起。当声音虽远，可当其靠近，却又仿佛就在耳边轻声细语，让人毛骨悚然，甚是恐怖。楚风用天眼扫视一圈，却是半个鬼影都没有看到，但越是深入，那声音越是清晰。此处地形独特，再加上布置了诸多阵法，导致此处的传出过的一些声音会被保留下来。我想那些声音便是远古时期那场大战之中那些参战者的厮杀声吧。楚风说道。若真是如此，那么此处如此之大，声音却又遍布各处，看来当年一战声势浩大呀，定然是死了不少人。女王大人说道。虽说远古时期的许多事至今已经成了谜，但有一件事却是公认的，那便是远古时期的修武者强于现在的修武者。楚风说道。楚风，那你觉得远古时期的强者是否都真的死了？有没有还活下来的？女王大人问道。这种事真不好说，在东方海域都有缥缈先锋那样的奇地，我相信在整个浩瀚的天外，这样的奇地也不会少见。既然有解释不清的远古生物存在，那么纵横在远古时期的强者，就算活到今日，也并非不可能。楚风说道。那他们一定很强。女王大人说道。若是他们真的有活着的，我倒是真的想见一见他们。楚风淡淡的笑道。只是当年一战那么惨烈，不会只留下声音而没有骸骨吧？为何此处连半根人骨都未看见？女王大人好奇地问道。可能是被人收起来了吧？楚风说道。那收的还真够干净的。女王大人说道。可是忽然之间，楚风目光一变，投向一处之后，那前行的身影竟然忽然停止了，是他。而此刻女王大人的目光也是随之移动，在那双美丽的眼眸之中涌现出了意外之色。因为楚风天眼的缘故，不仅可以穿透一些障碍，更是能够看到很远的距离。眼下在楚风与女王大人的眼中，发现了一座杀阵，杀阵张开，危机降临。而在那危机最重的大阵之内，竟然困着一个人。此刻那大阵所有的力量都在攻向那个人，欲将此人毁灭。而那被困之人是一个年轻男子，不仅是年轻，还非常的稚嫩，皮肤白皙细腻，竟比许多女子还好。
她的脸庞也是长得玲珑有致，若是个女子，那一定会是一个美女，而实际上她就是一个女子，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她乃是黎明公子，真是冤家路窄，在这里碰到她了。这丫头还真是到处乱逛，怎么就跑到这妖灭窟来了？楚风一脸的意外，怎么样，要不要去帮忙她啊？女王大人笑嘻嘻的说道，困住她的这座杀阵非同小可，从内向外来破解非常之难。虽然她也是蛇纹级仙袍界灵师，可是若想破解此阵却是极难。按理来说我应该帮她，可是上次的事，她显然怀恨在心，我怕我救她出来，她不仅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再对我出手，那可就得不偿失了。楚风说道，上次交手的时候你还是7品无祖，可现在你已是8品无祖，而她的气息应该还停留在9品无祖，就算你们2人都是逆战4品的战力，可是别忘记你是天级血脉，而且还掌握着远古战斧和远古战剑这等秘籍，她现在可不是你的对手哟。女王大人说道，听女王大人的意思，似乎很想我帮她，她好歹也是个小美女，而且那手感可是没得说哟。难道我去救她，我的女王大人就不会吃醋吗？楚风笑嘻嘻的说道。然而对于楚风这番话，女王大人根本没有回话，而是回以了2声轻哼。这2声轻哼是何其的讽刺，就像是一记大锤狠狠地砸在了楚风的头上，然后告诉楚风他想太多了，女王大人根本就不会吃醋，而他之所以不吃醋，是因为楚风在他的心中还没有上升到那个分量，哪怕女王大人再重视楚风，可也只是朋友，还没达到爱人的高度。楚风有些尴尬的叹息一声，随后便飞掠而去，向黎明公子被困的杀阵行去。他对黎明公子并不反感，反而因为上次不小心碰了对方的胸部而心怀愧疚，眼下对方遭遇此难，楚风自然不会见死不救。靠近之后，楚风越发的看清了这座将黎明公子所困住的大阵。这座大阵乃是一座非常厉害的杀阵，这座杀阵虽然现在显现而出，可是从周围的痕迹，楚风能够判断这座杀阵之前应该非常隐秘。莫说黎明公子被困其中，如果楚风不是从英明朝那里得知了安全的路线的话，怕是也不会发现这座杀阵。眼下这座杀阵将黎明公子困在其中，各种机关已经启动，无数道尖锐的阵法利剑将其包围，就要将其刺穿。这阵法利剑非同寻常，若是被击中，肉身难以修复，就连灵魂也会毁坏，当真是要必死无疑的。并且这阵法威力极强，除非修为踏入了真仙境，否则再强的武力也是没用。幸亏这黎明公子是一位蛇纹级的仙袍界灵师，凭借结界之力和一些阵法还能勉强应付，否则还真是要遭殃。眼下这黎明公子可谓深陷危机之中，他正在全力用阵法应对危机，倒也是没有注意到楚风靠近。哟，丫头，你这是在干嘛呢？楚风笑眯眯的说道。听得此话，黎明公子顿时神色一变，将那无比凌厉的目光投向楚风。起初那只是警觉的目光，可是楚风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当黎明公子发现是他之后，那目光顿时从警觉变得充满了杀意。但是他也只是看了楚风一眼，随后便将目光收了回去，连句话都没说，就像没看到过楚风一般。丫头，这阵法你自己想脱困是很难的，但是我若帮你就会轻松许多，不过我帮你出来可以，你必须不计前嫌才行。楚风说道。然而黎明公子却是一言不发，就像是没听到楚风说话一般。虽然黎明公子不理楚风，但楚风却是依然面带笑意，说道，这杀阵非同小可，你若依靠自己的力量，怕是有些难啊。不用你管。黎明公子冷漠地说道。抱歉，我想做什么事情你管不到。楚风说道。黎明公子脸色一变，又杀气腾腾地扫了楚风一眼。然而见到黎明公子这般，楚风脸上的笑意却是越来越浓。随后他双臂舞动，道道结界之力便自他的体内涌现而出，结界之力似是千军万马，而楚风便是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元帅军士。在楚风的指挥下，这磅礴的结界之力很快便形态变换，化作了100只金灿灿的犀牛。这100只犀牛个个高达几10米，身上有锁链相互连接，这是一座大阵，专门用来破解杀阵的大阵。见此一幕，黎明公子顿时神色一变，身为一名神纹级仙袍界灵师，他自然已经看出楚风这座破解大阵的厉害。楚风这是要帮他，你若想破开这杀阵，最好就与我里应外合，否则可是会适得其反。楚风提醒道。你就算帮我，我也不会领情。黎明公子冷漠地说道。我不需要你领情。楚风说话之间便催动其大阵，100只结界凝聚而成的金色犀牛就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一般，纷纷发出了怒吼之音。随后这100只金色犀牛头上的犀牛角竟然光芒大盛，在那一刻仿佛那犀牛角又扩大了不少一般。随后一连串的巨响不断响起，那100只金色犀牛纷纷撞向了那座杀阵的不同方位。见状，那黎明公子也是赶忙配合起来，不由得加强了自己那破解杀阵的力度。二者相互配合之下，在一声刺耳的轰鸣声中，那座杀阵终于被破解开来。受死！然而就在此时，那黎明公子却是一掌轰出，正对着楚风而来。此掌一经轰出，磅礴的武力便急速汇聚，化作一只高达数10米的巨手，向楚风压迫而来。那种感觉就像是一道金灿灿的小山要将楚风压成粉碎一般。这黎明公子动了杀念，他这是要杀了楚风。然而对于眼前的情形，楚风却是不惊不恐，相反，那种自信的目光就仿佛这一切皆是在他预料之中一般。雷霆闪烁，光芒四溢，楚风那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一同出现在了他的身上。而这一刻，楚风的修为也已经不再是8品无祖，甚至超越了寻常的9品无祖。随后只见楚风袖子一挥，而就是这个轻描淡写的动作，却让那道金色的大手瞬间破裂开来。丫头，现在的你想要杀我，怕是很难了。楚风笑眯眯地对黎明公子说道。
黎明公子很强，他的修为是真正的五祖巅峰，是真正的9品五祖。楚风只是8品五祖，与这黎明公子相比，其实还是弱了足足1品修为的。可是奈何楚风是天级血脉拥有者，所以别看他只是8品五祖，可是只要他使用出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他的战力反而会比黎明公子高出一个品阶。这也是为何楚风明知道黎明公子会杀他，却还要救他的原因之一，那就是楚风有着可以不被黎明公子伤害的把握。你凭什么认为我就不能杀你？黎明公子此话说完，他的眼眸之中便闪烁出9色雷霆，下一刻，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便同时出现在了黎明公子的身上。此时此刻，黎明公子的战力已然是盖过了楚风1品，你竟然也是天级血脉拥有者！楚风非常诧异，甚至在他的眼中涌现出了一抹浓浓的吃惊。在此之前，他可是真的没有想过黎明公子会是天级血脉拥有者。我可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是天级血脉拥有者。黎明公子淡淡的说道，这样的话可就有些尴尬了呢。此刻，楚风笑着挠了挠头，随后对黎明公子说道，你能不能当做我从来没有经过这里？你说呢？黎明公子冷漠的道，眼中的杀意却是越来越浓。哈哈，看来是不能了。既然如此，那没办法了。见此情形，楚风则是双拳紧握，随后活动筋骨，自那骨头深处传来的爆破之音在身体各处响起。见楚风如此，黎明公子也是目光变化，战斗经验丰富的他知道楚风这是在预热身体，是准备与他一战了。然而就在此时，楚风的脚下突然出现了一条青色巨龙，那青龙尾巴摆动，便带着楚风向着妖灭窟的深处逃离而去。丫头，后会有期。原来楚风没有打算与黎明公子一战，而是要逃跑。混账！这一刻，黎明公子怒意倍增，他那肯罢休，夹带着那滔天的杀气，便向楚风追了过去。楚风终于知道为何黎明公子会被誉为百炼凡界的第一天才了，他不仅是一位五祖巅峰，竟然还是天级血脉拥有者。跑什么？打他呀！我跟你说，楚风，像黎明这种丫头，她是吃硬不吃软，你必须用实力征服她才行。见楚风转身就逃，女王大人恨铁不成钢的说道，我说蛋蛋，真的要和她打吗？我总觉得黎明这个丫头可不像是孔窦墨渊那种人，虽然她与孔窦墨渊的修为一样，可我总觉得与她交手不容易取胜，有风险啊。楚风说道，打不打你随便，本女王才不管你，反正若是不与她打，你也是绝对逃不掉的。女王大人双手环抱在一处，便扑通一声盘坐在了地上。那个小样不仅趾高气昂，绝美的脸颊之上还挂着一抹坏坏的笑容。女王大人分明就没有为楚风担心的意思，反而更像是要看一场好戏一般。楚风，你逃不掉的！黎明公子速度极快，此刻已是越追越近，并且伴随着他的一声怒喝，无数道箭矢自楚风的身后密密麻麻的飞掠而来。那箭矢可不是寻常的箭矢，个个长达几十米，金芒闪闪，锋利无比。而这样的箭矢竟是数不胜数，密密麻麻的，如同暴雨一般，向楚风追赶而来。那可不是寻常的武力攻击，而是一种人境武技，威力可是相当之强。眼见着逃脱不掉，楚风也不再逃，而是猛然止步，随后意念一动，一把巨斧便横空浮现。巨斧出现在楚风身前，如同万兵之王，猛然之间发出了一道耀眼的金芒。那箭矢还未靠近，便被那巨斧所散发金芒所吞噬，随后便被震得粉碎。刹那间，无数金芒在那巨斧之前散开，那都是金色箭矢的残尸。秘技，你是远古战族之人？不对，你若是远古战族之人，又怎会拥有天级血脉？莫非你是战海川的传人？见到那远古巨斧，黎明公子也是目光一变，愣在了那里。显然这个丫头是很有见识的，对于这百炼凡界的事情很清楚，竟然一眼就认出楚风这远古战斧与战海川有着一定的关系。没错，我正是远古战族的传承者，此秘技名为远古战斧，与战海川前辈的远古战枪齐名，是远古战族3大秘技之一。丫头，你现在应该能够感受到我这远古战斧的威力了吧？虽然我自身的战力弱你1品，但是有着远古战斧在，你休想胜我！楚风得意地说道。楚风说这番话，倒并非是真的想要显示自己有多料的，他是一种玩笑的语气，其中调侃的意味更多一些。哪怕使用出了远古战斧，但是楚风并未真的打算伤害这黎明公子，所以这场战斗就算真的打响，楚风也不回置黎明公子于死地，因为他对黎明公子本来就没有敌意。狂妄！黎明公子冷哼一声，随后掌心自乾坤带划过，下一刻他的双掌之上光芒大盛。而当那光芒消散之后，楚风能够清晰地看到黎明公子的手上出现了2条长长的鞭子，那2个鞭子造型可谓一模一样，但是一条上面缠绕着道道旋风，而另外一条上面则是缠绕着道道雷霆。狂风搅动风云，雷霆更是异常耀眼，两者双管气息，威势非同小可，有些骇人。这是2把祖兵，并且是品质极好的祖兵，丝毫不输给楚风的疾风之刃以及炎龙大剑。就在此时，黎明公子手中的2条鞭子同时挥动起来，此女鞭术高超，那2条祖兵长鞭在他的手中不像是2件兵器，而更像是2条巨龙，阵阵刺耳的生命不断在天上炸响，而道道雷霆以及道道狂风更是眨眼间便肆虐了天地，组成风雷大军向楚风压迫而来。他不仅使用了祖兵的力量，原来还施展了与祖兵属性相符的竞技武技，并且这竞技武技非同小可，乃是祖境武技，否则不可能具备如此威力。雷霆涌动，狂风大作，天空尽是刺耳的轰鸣与咆哮，就像天空都被撕裂出了无数道裂痕。在那风雷大军的冲击之下，就连楚风的远古战斧也是不断发出嗡嗡之音，节节败退，竟是难以抵挡。楚风这能够绝对压制孔窦墨渊的远古战斧，在这黎明公子的面前竟然被其压制了。这个丫头
还真是小看不得呀。眼见形势不妙，楚风也不敢再有所保留，赶忙亮出了疾风之刃以及炎龙大剑2把祖兵，火光冲天，飓风流转。当2把祖兵出现之后，楚风的战力也是随之提升起来。此刻的他再去催动那远古战斧，远古战斧的力量也是随之攀升。很快的，那被风雷冲击的不断颤抖的远古战斧不再发出颤抖之音，也不再向后退缩一步。此刻的远古战斧就像是吃饱了的猛虎，身上有爆发不出的力量，不仅不再向后退去，反而是迎难之上，将那风雷压迫的四下退散。楚风只在这一刻就逆转了战局，占据了上风。可恶！眼见着自己运用祖兵以及祖境武技所使用的攻击手段都难以战胜那远古战斧，黎明公子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一抹不甘之色。他这祖兵长鞭配合祖境武技的攻击手段虽然强横，但从黎明公子此刻的反应也可以看出，这应该也是反他极强的攻击手段之一了，否则他不会流露出这样不甘与受挫的表情。丫头，我就是不小心摸了一下你的胸而已，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你何必这般非要赶尽杀绝呢？不如咱们2个坐下来好好聊聊，说不定还能成为朋友，反正我挺欣赏你的。楚风眼见着自己占据了上风，嘴角也不由得掀起了一抹轻松的笑意，竟然调侃起了这黎明。说来也怪，这黎明虽然本性狂傲，并且此刻对楚风更是杀心大气，但是楚风却并不反感这黎明，反而觉得这个丫头很是有趣。少废话，今日你必死！然而楚风的这一句话却是成功的助长了黎明公子的怒火。黎明公子此刻那流转着9色雷霆的眼眸，不仅杀意越来越浓，竟然涌现出了金色的光芒。忽然之间，一道金色的光芒自他身体飞掠而出，来到了天际之上，并且直奔远古战斧飞奔来。一声巨响传来，远古战斧竟然也被震得向后退了一下。这个丫头！而当楚风看清那金色的光芒之后，其眼中也是涌现出了一抹吃惊。那金色的光芒竟是一个高大100米的巨兽，此巨兽似是一条狮子，但却又与狮子不太相同。它的身上有着一对巨大的翅膀。这金色的狮子虽然并非实体，而是由耀眼的金芒构建而成，可却仿佛具有生命一般，并且散发的气息极强，那是一种王者之气，令万兽畏惧的王者之气。如果说这远古战斧乃是万兵之王的话，那么这只金色的狮子便是万兽之王。而这狮子并非至宝，也并非禁忌武技，它乃是秘技。这秘技威力非同小可，虽然还没有达到远古战斧这种跨越境界的强大力量，可是力量也是极强。凭借着黎明公子那本身强过楚风的修为与战力，这秘技竟然将远古战斧冲击的连连败退。楚风，你还真说对了，这丫头的手段当真是层出不穷，不容小觑。果然不能拿她与孔窦墨渊那种货色相提并论。此刻女王大人越看越来劲，看到黎明公子竟然掌握着如此多的手段，她不仅不担心，反而越发的兴奋起来。当然她不担心楚风，并不是她心大，因为她很清楚楚风还有这3个杀手锏没有使出来。第一个便是楚风的神纹，那力量远强于其他的天际血脉。虽然眼下楚风落入了下风，可在女王大人看来，只要楚风使用神纹，便可以逆转战局。而除了神纹之外，楚风还有一个杀手锏，那便是同样在远古战族所获得的远古秘技远古战剑。这远古战剑可是远古战族的3大秘技之首，是连战海川当年也未能征服的秘技，威力不仅强于远古战斧，还强于战海川的远古战枪。只不过远古战剑因为力量太强，所以也导致它非常难以驾驭。楚风如今还不能使用它，但是当楚风的修为提升到了8品5祖，并且动用过雷纹的力量后，楚风也曾与女王大人说过，以他现在的能力，虽然还不能彻底的驾驭远古战剑，可是到了必要时刻，他还是可以施展远古战剑的。只不过使用远古战剑，身体定然会超负荷，那样一来难免会受到影响。简单的说，现在的楚风施展全力的话，也是可以发挥出远古战剑的一些力量的。不过这个后果就是会与使用邪神剑一样，对楚风的身体造成负担，甚至会受到反噬。所以这远古战剑只要可以不用，楚风还是不会用的。说到底，这是一个保命的手段，是逼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的王牌。当然了，除了远古战剑之外，楚风还有最后一个手段，那便是邪神剑。如果说当楚风冒着风险使用了远古战剑，却也未必能从真仙手中逃脱的话，那么这些神剑只要一旦祭出，哪怕是寻常的真仙，也将难逃一死。这是楚风目前为止最强的王牌，却也是最后患无穷。楚风最不敢使用的王牌，在女王大人看来，只要有3个王牌在，楚风就有无限的可能。而在生死关头之时，楚风连真仙都不怕，又怎会惧怕一位无祖？所以女王大人才如此的淡定从容，因为她知道楚风一定会赢。丫头，你到底是何来头？怎么掌握着这么多手段？不过我不得不说，你这金色小狮子虽然威猛，但实际上还是弱于我这远古战斧的。你这金色小狮子能与我这远古战斧抗衡，完全是因为你的修为比我高出1品而已。所以丫头，你若真的要对我恨之入骨的话，应当立刻杀了我，否则当日后我的修为追上你，与你同等修为，皆是9品5祖的话，那个时候你可就无法再与我抗衡了。楚风也是有恃无恐，所以眼下的局势，哪怕他已是下风，可却依然调侃不断，不停地刺激着黎明公子。这黎明公子本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寻常的刺激他根本不会上当，这从他上次与楚风在云鹤山上的对决就能看得出来。但是楚风那不小心的一摸，却是触碰到了这黎明公子的底线。每个人都有一个底线，这底线便是不可触碰，触碰了便不能容忍的。所以只要楚风不停地拿这件事情刺激黎明公子，那便是一个刺激一个准，黎明公子保准被激怒。很好，既然你这么想死，我就如你所愿，立刻将你斩杀。黎明公子语气变得越发冰冷，随后他的额头之上便雷霆交织。要使用雷纹了吗？我倒是想看看
这个丫头的雷纹会是什么样的？见此一幕，楚风的眼中不仅涌现出了凝重之色，相反还涌现出了一抹期待之色。楚风下意识的便觉得黎明公子的雷纹多半不会是最简单的人际雷纹，所以他才如此期待。他想看一看这位天才到底掌握着怎样的雷纹，究竟是地级雷纹还是人级雷纹。在楚风凝重的注视之下，黎明公子的雷纹终于在其额头浮现出。当雷纹出现的那一刻，一股磅礴的气息便自黎明公子的体内散发开来。与此同时，不仅是黎明公子的身上缠绕着雷霆，就连天际之上也是有道道9色雷霆，如同道道雷龙一般，时不时的乍现，发出雷鸣。竟然是这种级别。此刻楚风也是神色一动，尽管早有准备，但是楚风却没有想到黎明公子的雷纹达到了这种级别。黎明公子的额头之上是一道由9色雷霆交织而成的天字，天级雷纹，这便是黎明公子所掌握的雷纹。黎明公子他居然修炼了天罚玄功，那可是仅次于神罚玄功的存在，现在害怕已来不及了。黎明公子说话之间，便释放出了他那从天级雷纹之中所获得的力量。这一刻，那头金色狮子也是如同被打了激素一般，发出了刺耳的咆哮。这一刻，那狮子的身体仿佛又增大了不少，而它所散发的威压更是强横了许多。如果说先前楚风那远古战斧虽然节节败退，但还能勉强挡住狮子的攻势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楚风的远古战斧也是难以抵挡那金色狮子的进攻。然而哪怕此刻已是被绝对压制，眼看着就要被那金色狮子攻到了近前，可是楚风却是面无惧色，反而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真是没办法，看来不将你这丫头制服，你是不会罢手了。将我制服，你凭什么？黎明公子的眼中流露出了嘲讽的目光，在他看来，只要他使用了天级雷纹的力量，那他便基本锁定了胜局。就算楚风也使用雷纹，但也无法与他抗衡，毕竟他所使用的雷纹可是最强的天级雷纹。楚风说这番话乃是不自量力，异想天开。然而就在此时，在楚风的四面八方忽然出现了耀眼的9色雷霆，那9色雷霆盘旋飞舞，交织在云层之中，无论是声势还是数量，竟然都比黎明公子还要强大数倍。而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在楚风的额头之上已是出现了一道字，那是由9色雷霆会交织而成的字，神字。